请皇后，请贵妃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敬事房递消息出来，说皇上问起娴妃绿头牌的事儿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皇上还想放毒妇出来？那断断不能。是不是进士房的人听差了？皇上绝不是一个轻言的人。那就不能让他活着出来。你这个人也太急了。恭送各位主。真不知皇上怎么会这般纵容那个毒妇。贵妃娘娘，不会是您厌恶海贵人，一时急起来，给他下了诛杀吧？你是疯了吗？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本宫还以为是你给海贵人下的诛杀。平日里欺负起海贵人，你最起劲儿。那也比不了贵妃娘娘。别说是海贵人了，就算是冷宫里的那位，你也有什么不敢做的？作死！别仗着皇上宠你，就敢污蔑本宫。嘉嫔，好好管管你宫里的人。沈贵人最得圣恩，妹妹哪里敢管束啊？哼，在咱们面前装什么主啊？一个小宫女卖主求荣爬上来的，多金贵似的。嫔妾没有卖主，嫔妾是效忠皇后娘娘，正后宫纲纪。得了吧，你那点心思，那点本事，谁不知道？嫔妾的本事也是贵妃娘娘教的嘛。你一日为奴，终身下贱。你再胡说半个字，当心你阿玛和兄弟的安危。得了，咱别自己人跟自己人置气呀，这么多奴才看着呢。走吧，贵妃娘娘。阿若，走。眼下最要紧的是乌拉那拉氏，她若是出来了，指不定要惹出多少风波呢。旁的不说，就单说这冷宫走水的事儿，皇后娘娘就深涉其中。若是倒是乌拉那拉氏把这事儿翻腾出来，再牵连到皇后娘娘，那可就是咱们办事不利落了。真是心烦，当初还不如一记鹤顶红就完了呢。冷宫哪里来的鹤顶红啊？买通侍卫吊死他主仆俩，做成自杀的模样就是了。刚才还极力撇清自己呢，看你对你自己的前主子多狠啊！既然是慎贵人想做，那就你上吧。走吧，嘉嫔。你走。遗嘱深阻碍。今日啊，宫中隐有话传出，说皇上又再提起遗嘱，恐要把你接出冷宫也未可知啊。真的？微臣只是听说，还不能确定。主，咱们要是真的能出去，那些加害咱们的人不得害怕呀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能听说这消息，那他们一定也会知道。到时候，如果又想出新的法子来加害咱们，可怎么办？是啊，咱们确实不能在这儿干等着。张宇，你下次来的时候，帮我带一包要紧的东西。这个东西除了你，旁人拿不到。什么东西？叶心，主，怎么了？这香是谁点的？闻着难受。这是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，主不喜欢，奴婢立刻撤下。则之。是。这以后，送到延禧宫的东西，都要严加查验。是。那奴婢让人去查查这香。
主儿，头晕的厉害。叶心，去把太医找来吧。奴婢这就去。又怎么了？九霄，这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来开门！快来人呐！谁呀？来人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找江太医。愣什么去呀？啊！你吃什么了？快喝点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主儿，您说呢？李公公，什么事啊？沈贵人，冷宫来报。乌拉那拉氏中毒垂危，延禧宫也说海贵人的安息香中又被加了朱砂。冷宫里的乌拉那拉氏死了也不治什么，至于海贵人，自有太医照顾。皇上龙体要紧，你也犯得上为了这个来惊扰皇上？沈贵人，李煜，皇上，皇上。沈贵人，这些日子，你不必在朕的跟前了。皇上恕罪，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。许多事你一开始就错了，难道是今日才错吗？臣妾愚昧。冷宫的事，好歹是条人命。海贵人怀着皇嗣，你竟然这般冷血冷心，毫不在乎。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只是怕扰着您歇息。滚！皇上准备先去哪儿？先去冷宫。皇上，冷宫到底怎么回事？据姜太医回禀，饭菜里被人下了砒霜，还好医主和索性用的不多，所以救回来了。除了姜太医，奴才还派了2个太医一同去盯着，以防不测。我来，把这端走。怎么样？主儿怎么样了？弄点水灌下去，毒都吐出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沈总不大碍，只是还在昏迷。你怎么样？就是头还眩晕的。可能还会有一阵儿，先躺下休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，来，微臣江雨斌给皇上请安。贤妃身子如何？回皇上，贤妃娘娘中的是砒霜之毒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眼下还在昏迷。微臣已经替贤妃娘娘去除身体内大半余毒，使贤妃娘娘常住冷宫，身体虚弱，还需要调养。那就好，务必调养好贤妃的身子。是，微臣告退。如意，朕来迟了。等你身子能走动了，朕即刻就接你出冷宫。
委屈你了。贱人，都是贱人！珠儿，别这样，还是想想办法让皇上消消气吧。我还能怎么样？这些年受的委屈，有谁知道？珠儿又发疯了，这伺候皇上久了，疯劲反而更大了。珠儿，这海贵人受害，莫不真是跟贵妃有关？管他是谁呢，左右不干咱们的事儿。这海贵人中毒蹊跷，宫里人都说，当年乌拉那拉氏是受了冤屈的。莫不是他真要出冷宫了？他要是出了冷宫，迟早要查当年的事儿。还有皇后和贵妃呢，再不济还有慎贵人和素莲。您呢，管好4个就行，做不过不干咱们的事儿。贱人，都是贱人！你宫里做的杏仁酪味道不错，本宫吃着极有滋味。皇后娘娘喜欢，臣妾便多做一些。听闻杏仁儿能令肌肤好颜色，多食一些是再好不过了。你也再吃一点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，皇上方才去了冷宫，亲呼乌拉那拉氏为贤妃，还说不日便许她出冷宫。乌拉那拉氏不已经废为庶人了吗？怎么可能放她出冷宫？你说皇上亲呼她为贤妃，皇上糊涂了。为何是不日出冷宫，而非即刻？赵姨太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乌拉那拉氏不知怎么中了砒霜之毒，一时未能好转。皇上嘱咐，待她能起身时再出冷宫。知道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这是。臣妾贵妃，莫不是你？我？若要是臣妾，怎么还会让她出得了冷宫？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，也不知道下准点。真的不是你下的手？不是，娘娘，真的不是臣妾，臣妾还没来得及下手。会不会是阿若那个贱婢？他不敢背着本宫和你擅自下手，否则出了事儿谁保他？那还会是谁？梅嫔、嘉嫔？本宫跟你一样不知就里。不过，只要有慎贵人在，他比谁
都容不下乌拉那拉氏。娘娘圣明。贤妃中毒之事，可有眉目？奴才查过饭菜的来源，送饭的太监马憨子说，贤妃娘娘和索心失过银子，所以他们的饭菜比旁人好了一些。但是他们吃的是和其他人的饭菜一起送来的，人多手杂，奴才实在不知道是哪些人碰过了。海贵人那边呢？也是毫无头绪。那朕要你做什么？奴才该死。你不该死。有人有本事在朕的后宫一手遮天，连你们也查不出来，他才该死。朕问你，翊坤宫收拾好了吗？皇上吩咐把翊坤宫收拾好，给贤妃娘娘居住。奴才不敢不用心，一应挑的都是最好的东西。好，坤为女婴之首，意为辅佐的意思。除了大婚用的坤宁宫，就属翊坤宫最华丽尊贵。朕就是要给如懿这份尊荣，以弥补她这些年来的苦楚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圣贵人一直跪在养心殿外求您宽恕呢。皇上，臣妾再也不敢。他还有脸求宽恕？您饶了臣妾。这些年他做了什么，他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这些年他是怎么侍寝的？你是朕身边的贴身太监，皇上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臣妾知错了。皇上不许奴才知道，奴才就不知道；皇上许奴才知道，奴才也只能心里知道，嘴上可不敢乱说。哼，你倒是乖觉。皇上，您原谅臣妾吧，原谅臣妾吧。好，圣贵人喜欢跪着，就让他跪着吧。皇上，做奴婢的时候，动不动就跪，没想到做了嫔妃，还是这般轻贱。主儿，您跟皇上认错，没什么不对的。再大的委屈，想想荣宠，也就忍了。再说皇上，等他气儿消了，还是疼您的。疼我？皇上怎么疼的我？这眼看着贤妃就要出冷宫了，只怕是连我的立足之地都没了。主儿，您这般忧心，不就是没有怀上龙胎吗？这要是有个一男半女，还怕什么呀？龙胎？我怎么会有龙胎呢？这辈子都不会有了。主，该喝药了。这药闻着就够熏人的。这药是去诛杀余毒的，要是余毒未清，伤及了腹中的小皇子，那可怎么好啊？我这有姜太医把着呢，能有什么？倒是姐姐那里，怎么好端端的被人下了毒呢？姜太医不是说过了，贤主那儿啊已经没有事儿了，而且皇上已经去冷宫看过贤主了，还亲口说要复贤主的位分，许贤主出冷宫了呢。也是，姐姐就快要从冷宫里出来了。
那我得赶紧好起来，免得姐姐担心我。主，您待贤主啊，真是比亲姐妹还要亲啊。雪停了，真好。明天一定是个艳阳天。是啊，一定是个艳阳天。明天咱们就要出去了。哎，林侍卫。微臣请贤妃娘娘安。起来吧。贤妃娘娘，这些饭菜都是特意单给您做的，李公公怕别人动手脚，让微臣亲自送过来。劳烦你了。恭喜娘娘，明日便可以出去了。同喜，你不是也少了我这么一个麻烦吗？哎呀，不是娘娘，您别拿微臣开玩笑了。冷宫这些时日一直得你照顾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，所以做了一双靴子送给你。多谢娘娘。你仔细瞧瞧。呀，还有云纹呢。这个云纹呢，一是合了你的名讳，二也是希望你平步青云。多谢娘娘美意。娘娘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微臣有一件事儿想求您。说吧。微臣求娘娘把微臣调离冷宫，觅一个好前程。起来。你救了我们这么多次，许你一个好的前程都不足为报。我开心的是你可以自己说出口，也终于能为自己想一想了。娘娘当日的教诲，微臣一直记着呢。只是这些年，微臣在冷宫戍守，一直被人看不起，冷眼相待。要是再不为自己想想，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你能那么想便好。那日你说你和我都出不去冷宫，如何？还是娘娘眼光长远。原本想赏雪，不想却停了。雪停了，贤妃的身子也好了，这就该出来了。皇帝终于等到放如意出来的时候了。是啊，那天皇上从冷宫出来，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太后了。当年如意背了2个皇嗣的命，皇帝本来就有疑心。如今如意几次遇险，海贵人又再中诛杀之毒，无疑更向众人说明如意冤屈。皇帝如何还能再等下去？听皇上的口气，会再彻查当年之事，太后觉得会如何？皇帝去查，谁下过黑手，谁栽过赃，能真相大白，自然是好的。只怕是有的人坐不住了。奴才给贤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奴才恭迎贤妃娘娘回翊坤宫。翊坤宫是，皇上说翊坤宫事一早便属翊贤妃娘娘主位的宫事，如今都已收拾妥当，就等贤妃娘娘回宫了。李煜，我来的时候是你送的我，如今回去了，又是你接我，多谢了。娘娘可别这么说，奴才是真心替娘娘高兴啊！3年了，娘娘受苦了。贤妃娘娘，伺候您梳妆更衣的2位嬷嬷，是皇上跟前儿积年的老嬷嬷。赵嬷嬷最会梳头，这位是玉壶姑姑，在皇上跟前儿贴身当差。玉壶姑姑，贤妃娘娘客气了。那请贤妃娘娘换上吉服。
祭服太过于隆重了，本宫还是穿便服回去即可。皇上也这么想，但是又怕便服过于肃静，所以2套都备上了。那就请2位嬷嬷给贤妃娘娘梳妆更衣，奴才们在外候着。好。贤妃娘娘请。给皇上请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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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送皇上。贤妃娘娘，请上轿。既然是走着来的，咱们也走着回去吧。恭送贤妃娘娘。贤妃娘娘，翊坤宫是往这边走。我想去陈楼那儿走走。是。嘿，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看见有人从冷宫里走出去。哼，刘英这好眼光啊！当年救了他2回，如今是逢上贵人了。晚上请喝酒啊！走，包远，等着晚上喝酒。让他们都先别跟着。是。
主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奴才给您磕头了。起来。贤妃娘娘进里头瞧瞧吧，里头的陈设都是按照您的喜好摆的。这里面的人，奴才挑了一些昔日延禧宫忠心的旧人，凡是新拨来翊坤宫的，奴才都查了他们祖宗3代，底儿都是干净的。贤妃娘娘一路辛苦了，西暖阁中已经备好了糕点，您先用着。素心，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可算出来了。那这个给你带上。哎呀，这个绒花你还留着呢？好吧，谢谢你的好意头。哎，皇上在里头呢。如意，快起来！你回来了。皇上的口气，就好像臣妾去了趟御花园，散散心便回来了。朕这么说的意思，是仿佛你一直在朕的身边，从未离去过。来，朕知道你受委屈了。皇上知道臣妾委屈，却还是将臣妾送入了冷宫。朕才登基几年，内有太后和后妃，他们都是有家室的；外有老臣，与他们盘根错节。且当时事关2位皇嗣，每个人每件事都指向你。如果朕执意将你留在身边，不做任何处置，前朝和后宫的人都会要朕给一个交代的。所以皇上只能如此处置臣妾。即便是对臣妾的冤屈有所疑心，皇上也只能这么做。比起前朝和后宫的安定，臣妾是可以牺牲的那一个。如意，朕是皇帝，朕坐拥天下，可还是会遇到重重的掣肘，还有无奈。且皇额娘说了，要暂时将你废弃，才能够断了那些人要继续害你的念头。后来如何呢？皇上自己也看见了。后来朕才知道，将你留在身边，才最为安全，最为稳妥。如意啊，朕是真的害怕你焚身火中，
怕你死在砒霜之下，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让你回来，留在朕的身边。你手上的冻疮，朕那日就看见了。朕准备了宫里面最好的治冻疮的药，朕替你擦擦。来。坐。这不该是皇上做的。朕愿意。谢皇上。朕想着，为了迎你出来，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李煜啊，瞧瞧。如今这时节，怎么会有绿梅花苞？有些脂粉香，并不是全然的绿莓香味儿。疏疏帘幕映娉婷，出世小妆新。皇上，这是给臣妾添新妆的。朕知道你喜欢绿莓，所以特地制了这绿莓粉，专供你使用。绿莓粉，贤妃娘娘，这绿莓粉怎么制？那可是皇上亲自研磨的。为了这个，皇上可谓是费尽心思，迷尽珍宝，最后才定下用蜜驼僧、白檀、冰片各1钱，又以当季开得最盛的白莲蕊、白蜀葵、山奈、赌蒨香研制绝洗，或以珍珠末淡青为粉。再请宫中手最巧的宫女折来新鲜饱满的绿莓花苞，用这粉小心灌入花苞内，用线扎起花尖，密封于花房之内蒸熟，浸至玛瑙盒内足月，才得以如此花香沁粉，能令面容莹似白眉凝雪。娘娘，皇上一直惦着您在冷宫里容颜憔悴，盼着您能早日红颜如昨呀。索性，怎么哭了？这可算是熬出来了。是啊，绒花怎么不带上？一会儿我自己把它带上。皇上仿的是明熹宗懿安皇后的玉簪香粉法，只是赌蒨香名贵，千金难求，用它做敷面的香粉，臣妾高兴却也心惊。若是让旁人知道了，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样的是非。再名贵的材料，也比不上朕的心意。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其余的你什么都不用管。臣妾谢皇上的心意。只是对臣妾而言，最贵重的不是这些身外花物，而是在绝境里，皇上不会放开臣妾的那双手。朕的手一直都在，你放心，如懿。从今以后，朕绝不会让你再陷入绝境里，相信朕。
皇上，臣妾想求皇上一个恩典。你说。冷宫的侍卫凌云彻对臣妾有救命之恩，还想请皇上调他出冷宫，寻一个好去处。那是当然的，这会叫玉护去办。臣妾替凌云彻多谢皇上。落花醉了梅园，恍若人生是初见。青丝染了双眼，携手功夫真是万千。心事褪了红叶，眼前相思已凌乱。泪光藏了誓言，相约一生何曾改变？花开生烟花易残，谁在拨琴弦啊？寂寥深处人已散，独自唱离歌啊。暮色迟迟春已晚，人已入梦空嗟叹，任他似水流